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世坚，谢局长好，大家晚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友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柯文哲主席的案子，昨天晚上高院撤销原来法院的裁定，然后呢再次发回了 ，OK， 发回，然后撤销原裁定以后，在今天晚上6点钟，北院第3度再开羁押庭。那羁押庭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经过前面2次，一次3000万交保，一次7000万，再加上电子脚镣，这一次再开羁押庭。那高院那里头重点摆在所谓的有没有串证啊，有没有灭证啊，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还能够维持这交保吗？是交保金会再往上，还是因为经过前2次，这一次高院的理由写成这样，那个所谓的羁押的风险是不是变得高了一些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一路看到现在，阿北今天上午呢也到新竹看了他父亲，那当然要赶回来，因为地院是直接通知11点钟请大家到了以后呢，6点钟要开始开家庭。那当然一定有媒体就会问说阿北现在的感觉，那包括民众党代理主席黄国昌讲到这他是怎么说的，让你看一下来。主席总看北检又抗告成功，他觉得这是政治追杀吗？这一次抗告会有信心吗？高院第1次撤销发回的理由是柯文哲有逃亡之虞，结果增加了交保金，也增加了电子监控的系统。第2次的时候，完全180度大转弯。我们的高等法院等于是在跟全体国人宣告，未来检察官不羁押就不会办案了。已经压了4个月了，还不够，一定要继续压，不继续压不会办案。来一站有没有听到？黄昌就直接跟你讲，高院是怎么样？是告诉大家不压人不会办案了吗？那整个理由有大转弯吗？从上一次到这一次？对，请黄国昌先去问蔡壁如为什么翻口供哈？那翻口供成为地检他成为他非常重要的2次的声押的一个抗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嘛。而且这一次柯文哲叫做赔了主席又折兵。柯文哲也知道啊，他如果继续是做党主席的话，会变成他有实质影响力嘛，所以他也辞了党主席。但是辞了党主席或者重金交保，只能避免你逃亡，但是没办法避免你串供跟灭证嘛。所以高等法院的裁定其实写得非常清楚。我觉得第一次看到这么清楚的一个理由书理由书写的比抗告书更为清楚表示高院非常仔细的阅读所有的书卷之后，他列了7点所谓的事证，这事证包含了案发之后他所有7次的所谓的串供跟灭证的所有的证据嘛。那有串供跟灭证，表示你有串供跟灭证的意图的时候，说如果重金交保只能防止你出逃，但是以现在科技来讲，我没办法防止你灭证跟串供嘛，所以这个部分才是高院裁定发回更审的重大理由。这也是今天晚上6点开庭之后，地院的裁定要说服大家的，到底你要提高交保金，还是要重新续押？因为如果提高交保金，你还是没有办法说服大家，你怎么样防止他不断的串供跟灭证嘛？而现在所谓的高院，他昨天是根据的书卷去提出这7点理由嘛，就说元旦这一天好了，柯文哲放出来这几天好了，多少串供跟灭证的可能性存在这里面。他跟柯妈妈跑去城隍庙拜拜，柯妈妈就是橘子的指定人嘛，柯妈妈跟橘子之间非常的熟悉嘛，他们在中间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谈到橘子的事情，有没有叫柯妈妈你要去联络橘子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柯妈妈不是证人，但是柯妈妈对于橘子的影响力甚至比柯文哲都还来得高嘛。另外整个推派党主席的过程反而增加了柯文哲的实质影响力的证明嘛。他一进去第一件事情问什么你知道吗？问说你党部的装潢不错周一修干得好，你党部装潢得这么漂亮，周一修你很认真，这就是串供为什么我说装潢特别是串供？装潢牵涉到那嘉义蛋杀人那个踩飞轮的那300万，因为嘉义蛋杀人说这个300万是要给民众党去装潢的
结果你跟周瑜说你干得好，这300万你拿去装潢了，所以是不是跟柯文哲讲，你以后又要讲这300万就是你直接拿去装潢的呢？这不是串供，什么是串供？所以他一进去就开始串供嘛，那中间过程还跟学姐说啊，你会不会被转成被告？他问他你现在是被告还是证人？对，这个语带威胁，是不是说你这一件事情不要认了，不要推到我身上，你自己去当被告，这也可以被现在你会不会想太多？不是，我说高院裁定，哈，高院的理由书都是书证，但是我们外界的观感就是你在串供嘛，所以整个的过程你还增加了你实质影响力，你要辞职就辞职，说真的，辞职信你周瑜修收到就已经辞职的不是吗？结果我说那张辞职信到现在到哪里没有能够证明，这不叫灭证。什么是灭证？连皇上的辞职信，连皇上的圣旨都可以吞下去，这个政党哪一个证据不敢毁灭掉？当然都敢毁灭掉嘛。然后你指定了黄国昌14名黄袍加身，除了黄国昌不好意思自己说想要当以外，其他14名都支持黄国昌，这不是实质影响力。什么是实质影响力？还为了影响说张一善你不要回党去参选跟黄国昌竞争，竟然把日期定到2月1号，因为我是3月13号退党，所以我3月13号我可以有资格重返民众党跟黄国昌挑战嘛？你连日期都算得准准的，避免张一善回去民众党跟黄国昌挑战，都要在2月1号，连日期都要决定，这不是实质影响力。什么是实质影响力？所以柯文哲说啊，他是终身党员，他根本不是终身党员，他只要在外面一天，即使是黄国昌做党主席，黄国昌只是儿皇帝，而柯文哲就是背后的那个太上皇。所以今天晚上裁定分成2派，有一个叫续押派，觉得说理由书写得这么清楚哦，地院哈，如果要那个重新说提高交保金的难度非常高，因为你必须解释高院的这7点理由，为什么你觉得说提高交保金可以不用再续押就可以防止灭证串供嘛？所以续押派现在的声量是比较高的，觉得会续押的可能性比较高。那但是我是重保派。我重保派的理由是要让柯文哲人财两失啊！什么叫重保派？最好提高到1亿。要柯文哲交代他的交保金是怎么来的嘛？因为我算过啊，他们家的财产应该只剩下5444万啊。如果只剩下5444万，你交了4000万的交保金之后，你应该只剩下1000多万啊。如果交保金上亿夫到了1亿了，你就必须交代清楚你的交保金从何而来嘛，你就得交代他的金流嘛。那即使这一次不续押，现在也可以他案声押嘛，因为雨果市场案，彭正生跟柯文哲的财产来源不明，都已经被转成被告了。这是地检署的一个新闻稿里面指出，而这表示地检署已经开始要侦办雨果市场案，而用雨果市场案2个财产来源不明，我把柯文哲继续声押，让柯文哲同样的可以关在土城里面，但是他的金华城的交保金已经提领不出来了，所以今天反而我觉得应该重金交保，让柯文哲用他案声押，让他人财两失。对，一善觉得要用这样一些方式，当然讲说，包括羁押派，包括重金交保派，在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地缘来讲的话，那今天这一庭到底裁出来以后会是怎么样？但是高院显然高院在昨天的整个裁定书里面，一开始先讲了，对，原来裁定的主文就是谁多少钱，然后接下来，然后包括科技设备监控，除了日常生活跟工作必须外，不得有任何接触同案被告证人的行为，这个引起大家很多意讨论。这一段就是刚才一站讲，高院洋洋洒洒列了7项，这7项里面就把过程当中柯文哲曾跟沈庆金，或是跟其他的一些人，包括在对话当中有什么样一些的记录，有什么样的文书，包括讲说要把他那个穆可的资料销毁，类似像这些，高院都觉得意思是说，他前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事，那你怎么能够保证他现在不会这样做？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拉到7000万，他就不会这样做吗？真的吗？还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譬如说，就连这一段是工作所必须跟日常生活不得任何接触，高院也想到了，高院在这里面加了这句，一般人大概不会去看这个。这一段高院写在这里，那就凭原裁定说，在具保以后，不得跟同案被告或证人为日常生活跟工作所必须的诫命，你是不是却能够防免被告4个人跟同案被告相关共犯或证人接触而相互勾串，
并使各该被告共犯证人的证词不受污染。书有疑问，他说你这样怎么样能做得到他们不勾串？他已经觉得有疑问了。还有一段，这一段就是更遑论除外条款。各位，除外条款是什么意思？就是这句话。除外条款就是后面除了日常生活跟工作你可以接触，要不然的话你们都不能接触，叫除外条款。他是讲这个。高院也直接讲，地院你那个除外条款呢、你那个范围一点都不具体。大家，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说，原裁定也没有说明具体的执行方法，理由难认完备，质非允当，所以就出现了。你今天有没有看到所有的新闻里面，所有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昨天柯文哲不是柯文哲那时候还是主席，不是召开临时扩大中央委员会，然后黄国昌就出来跟你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读书？哦，类似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说，工作所必须，这当然可以啊。然后你如果问张义善，可以吗？当然不行啊，因为是不是起诉书半本在写柯文哲公益侵占民众党，有小偷重新回到你家，一般人就把他抓起来送到警察局的，只有民众党这些人还欢迎他，还拥抱他。你欢迎一个小偷，不拥抱一个小偷，你们觉得你这些民众党真的有法律问题啊？因为昨天在开那个，结果开完中央委员会的时候，你看啊，当然过程很感人啊，大家也哭成一团，不是跟学姐他们还要抱抱，然后我觉得那个就一般大家的感情上的一些的发出，可是就有人会觉得说，好有没有串供的问题？刚刚一再讲这样，然后黄国昌他们就跟你讲说，当然就是工作所必须，有人就说不是，这就高院讲的啊，到底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会一个裁定下来变成是这个样？小玉，你觉得是不是工作所必须？我认为。我有他辞党主席很多的方法啊，就我觉得他没有必要亲自去中央党部啊。这就高院讲的啊，到底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怎么会一个裁定下来变成是这个样？小玉，你觉得是不是工作所必须？我认为。我有他辞党主席很多的方法啊，就我觉得他没有必要亲自去中央党部啊，因为昨天他也是后来也是透过一个那个影片嘛，然后就是发表。去那边比较感人，去比较感人嘛。那你可以在家里视讯啊，因为当时他为什么要辞党主席？是那个法官问他说你要怎么样，就是说避免勾串，因为现在大家都质疑你勾串嘛。他说那我辞党主席，我就不会去跟这些证人接触啊。是他自己主动说要辞党主席。可是我会觉得很奇怪，他昨天去参加那个辞党主席的那个扩大中央委员会，要是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会第一个我会在家直接做视讯啊，各位亲爱的党员同胞，我要辞党，就你可以避免有这种就是人家。黄章跟你讲，全程录音录影啦。那他们进去有没有这个先小型的这个密室闭门会议，我们不晓得啊。因为你就说会有很多瓜田底下的一些疑问。对，因为他昨天他只有在他讲话，还有最后跟党员道别的时候，你可以看他有影片的一个直播的释出嘛。可是他之前去呢，这个我们不晓得，你是不是有小房间？你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录，我怎么知道？对，是这个意思。或者是我在跟你抱抱，我在耳朵旁边讲，不要忍，不要忍，这样不是？你是有可能，你就没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嘛？OK。那昨天那好，你要去中央党部，那是不是还有一个做法？你就要是我是北姐，我可能就杀到那边去，我直接在那边盯场，我看你跟谁勾串。那要不然你就邀请北检去嘛？好，那小雨，可是你看今天，当昨天晚上高院发回，然后然后讲说那个北院要再开那个羁押庭的那个时候，今天然后是通知说今天11点对要到庭嘛？对，所以过程当中，柯文哲本来是到新竹去看他父亲，他后来还会。当然要先去找了律师，总是要去讨论所有相关这些。你会不会觉得今天啦，因为经过前2次了，到了这一次第3次羁押庭，会不会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看柯文哲今天的表现，我觉得他蛮沉重的。真的。他今天早上7点钟先去陆正义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嘛，然后后来他这个10点38分的时候，他又跑去看他的父亲嘛，因为这个时间点蛮怪，因为11点你就一定要到庭，可是他10点38分就一定要从这个一定要先赶过去看他父亲，所以我们记者圈啊是在研判说是不是他的父亲的健康状况有一些问题，但我们还是希望柯爸爸早日康复啊。但是就会觉得说那个蛮沉重，然后记者就问他，就说今天又要再开这个羁押庭了，然后他就一个字嘛，就唉。可是你就觉得说今天是开春的这个第2天啊，然后你就用一个唉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整个氛围啦，
对柯文哲来讲确实是蛮沉重的哈。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整件事情，你说今天的羁押庭，刚刚义山哥有讲很多嘛，包括就是说高院昨天的那个裁定，高院看的比我们还仔细他把那个时间点，包括说我讲第一点他说他在2024年5月26号，柯文哲有赖彭振声，好，这个我还要先回去再查一下那个起诉书到底因为他没有写说他赖他什么嘛，后来我去查那个起诉书里面，他有讲到说柯文哲赖彭振声是说，我们都说好，到时候讲的时候我们通通都推给这个都委会的共识决，对，是讲说大家都讲好啊，对，都是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北院看的还蛮细，他把所有高院啊他把所有时间点都写出来那其他几个点，像葛树人这个我们都还有印象，还有李文忠、赖李文娟这个起诉书，这个比较大的有印象。好，那所以啦，我认为说今天这个检方他打的绝对不会是逃亡，不会是潜逃啦。因为上一次高院把他那个撤销的时候，高院也是比较锁定在这个逃亡的部分。没有，其实对，可是你现在回头，因为黄国昌有主打这一点嘛，他说高院怎么法夹弯转成这个样？对，我回头去把高院上一次那个观众朋友可以上去去 Google 看一下高院上一次的裁定，他的大概也是4大点吧，他的那个里头有逃亡的可能性。对。它里面也是讲勾串，我跟你讲，只要要有羁押庭这个重点，灭证跟逃亡比起来，你告诉我哪一个风险比较高？当然是灭证比较可能去做，逃亡你们可以大家捶汤啊，还有这样，就这些不是每个人都会干的。而且柯文哲平常讲，他用这点来说服你说，我真的会跑吗？我跑，民众党就倒了，你不管用什么理由。但是高院在上一次，其实它里面确实有把勾串跟灭证也是摆在这个里头，只是大家比较在乎上一次是他会不会有逃亡这些，所以后来才出现什么电子脚镣或者什么这些嘛，提高保释金嘛。对，那说实在的啦，我觉得今天检方的重点一定会摆在勾串嘛，因为你今天就算加到7亿好了，我也认为他比较不会跑，他是4个人当中要跑最困难的嘛。但是勾串的部分，你加到7亿跟电子脚镣，你就是没办法去防止他勾串啊，因为我们刚刚也举多很多的例子嘛，就是你要去借别人的手机去做通讯，而且那个高院上面就写啦，现今科技发达，可利用网络秘密通讯进行勾串。高院就直接跟你讲了，我相信北检今天的攻防也会摆在勾串的这个地方。尤其昨天，要是我是北检，我就会讲说，你看昨天是不是就直接那个大会就直接勾串？他一进去那个办公室，走进那个中央党部，你上到周瑜修，下到陈志涵、吴怡轩、徐府、黄珊珊学姐，每一个都证人而且每一个都跟你靠那么近工作所必须。你工作所必须，所以我会认为说北院的这个裁定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你在实务上就很难进行啊，除非你昨天柯文哲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直接用视讯，你根本连那个门都不要踏进去，我就在视讯里面我就直接讲说我持续党主席，可是偏偏他不做，他就是一定要踏进那个门。好，到最后了，我要讲的是说，你看他出来之后还有一个实质影响力啦哈，你包括这样。北检就有提出是蔡壁如嘛，那除了蔡壁如之外，你还有林崇杰跟范有伟，这2个是很明显的例子嘛。你说有翻供的，都翻供啊，因为那个范有伟在起诉书里面是讲说他在交付500万给柯文哲的时候，他有暗示说这是蔡明兴富邦金控蔡明兴给的。可是柯文哲他们出来之后，范有伟就发了一个声明，就否认说我从来没有讲过是蔡明兴那蔡壁如不是更狠？蔡壁如说还要告北检，就说他从来没有讲过那个 WEN 那个档案的事情。然后林崇杰他是否认说，当时起诉书是有说了柯文哲有屯田计划，因为林崇杰是产发局长，所以林崇杰利用职务要用这个创新条例去辅助屯田计划旗下的这些企业嘛。就林崇杰也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屯田计划，所以至少柯文哲出来已经3个人都有翻供跟否认的事情了。那当然蔡壁如是最明显的。好，那刚才讲的那一段，我再把高院这个裁定书还有一段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刚讲说有没有人翻供的这种可能性，高院在这里面提了一点，一般观众朋友你们看这种术语都觉得很艰涩，我大概白话文跟各位讲，高院摆在这一段，他是这样讲的，就前面刚讲那7项嘛，然后他讲说好，显然有事实，主任被告4个人跟其他被告证人间有相互勾串的高度可能，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好了，这应该就是橘子了，反正每次讲到这应该就是橘子，前接共犯或证人亦未经检察官、被告及辩护人进行交互诘问程序，参酌前接事证，堪认被告4个人跟各该共犯或证人公串空间仍属存在。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般打官司到了法院以后，这些所有的人，各位你知道，在地检署是只有检察官问，然后辩护人帮你辩护，除了被告可以答辩以外，辩护人帮你辩护。
但是出来以后，如果到了地院开庭的时候，那个过程非常复杂，打起来会非常久。为什么？有时候一个证人就花了大半天，甚或搞不好给你搞一天。那个证人，譬如蔡壁如，他在地检署起诉书或是在笔录里面的话，要到了地院，然后到了地院以后，经过检察官、经过辩护人，包括法官，大家就他讲的那些内容要去交互诘问。你这句话当时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各位你知道吗？要经过这样子才叫定案。法官的意思就是说，高院的意思就是说，蔡壁如现在我不要讲蔡壁如，要不然他又觉得他被冤枉了。就是这些证人，他可能只在检察官面前讲过，他当然出来可以翻啊，因为我没有经过大家交互诘问。我搞不好有什么意思没有讲清楚，检察官你那时候又不多问我，那我讲的可能不是你想的这个意思，不管我后面有没有签名 ，OK？ 所以高院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交互诘问程序，那个证词当然有可能讲白话文，就是有可能翻供的可能性。高院的意思就是这个样，所以你告诉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去避免这些事情？你保金再怎么压，我也不知道压到多少。他可能可以避免像这样接近，可是这整个氛围就是从高院的裁定下来以后，然后一直到现在，北检今天肯定主攻这些，那柯文哲的辩护律师要怎么样能够在这些地方去破除像这一段？好，杨明，第一个你自己判断觉得今天哪一种可能性比较高一些？而这整个过程现在才第3次嘛，对不对？我们国内不是没有5度5关讲5万的状况啊，有，对啊，也有嘛，所以这些大家讲，而且今天有一则媒体的报告没有证实，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是有一则媒体报告说北检有人私下放话是说无限抗告，讲到无限抗告，我跟观众朋友讲一个法律上这种裁定，高院这个裁定最后都会有这一段，不得再抗告。对，有人就说你看吗？不行啦，就如果这样的话，北检你不能没有，这个不得再抗告是北检是针对北院。然后去向高院抗告，高院这个意思说你不能再去向最高院抗告了，这叫不得再抗告。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如果北院还是裁譬如交保，北检还是可以找到理由再去高院，那个没有限制，他要一路下去都可以，OK？ 你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今天媒体上有报道说北检是不是有人放话这样，我不知道。北检我相信北检不会有人出来跟你说有这样的一些事，但是杨明这件事情看起来。有一种氛围，尤其民众党现在一直不断的在问说是怎样，一定要压了他，你才能打官司吗？对，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因为连续2次啦，就是说抗告都撤销发回。对，那发回你前一次因为它里面就有提到嘛，他说你的这个防逃的机制不够，然后而且保金不够重，对所以呢，你第2次这个交保的时候，就是提高保金，加电子脚镣，加电子监控，能做的也都做啦。是啊，那现在这一次你高院法官直接把这个所谓的勾串的七大罪状把它列出来，那就是打勾串嘛。对，那怎么防勾串呢？是啊，除了这个如果撤销原本的这个交保的裁定，那除了提高保金之外，就是要有人被压嘛。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要有人被压。但你所谓要有人被压，不代表4个都要压，因为它是4个一包。这个抗告是4人，没错，就是柯文哲、沈庆京、应小薇、李文忠。对，那如果假设啦，沈庆京被压，柯文哲勾串的这个难度是不是就提高了？所以他怎么去？因为理论上目前可能他们在这个北检，尤其北检特别在乎是那1500。所以他怎么去？因为理论上目前可能他们在这个北检，尤其北检特别在乎是那1500，这个案情还没有厘清嘛。现在你看连在接押庭里面，他都问说，那你要不要说明清楚一下你的1500怎么回事？所以这一块会变成一个争点的时候，那就是沈庆京跟柯文哲之间。好，那当然你说像彭正生根本不在抗告那个内容里面，如果你说柯文哲会去跟彭正生这个勾串，那很抱歉，那就只有柯文哲必须要被收押才有可能。可是这个我说晚上还有一个变数，就是因为又是公开审理啊，又有旁听啊，然后你又会有，对，只要有人看又有小吵，对，又有小吵啊，然后又有，你觉得会有压力？我觉得倒不是说当法院的这个法官他就认为可以公开的时候，他有他的考量。他有他的考量，就是说这个东西责任
不是法官一个人承担，这是一个社会可公、社会公平。我觉得某种程度，他也就是把这个压力不只是我来承担。当我做出这个裁定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的。对，我没有怕，我这不是一个黑箱的法庭。好，那所以我说，像刚刚这个小武哥提到。国内确实5度5关，目前一人绝无仅有。那个张德正，对哦，他是2014年哦，你看也10年了哦，他是2014年的11月哦，他是冲撞总统府，开这砂石车冲撞那时候马政府的总统府，然后呢，那时候北检努力的用杀人未遂，不断的这个收押，要求要收押，可是北院每一次都是交保，对，5次抗告，5次交保，好，那所以最后就是结束了，那刚刚其实小武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严格来讲了，高院就扮演了那个写逗点还是写句号的角色了。如果按照周老师的说法，可能要变这个孟获了，对，七擒孟获，犯了又说，犯了又犯了。对，所以我当然过去有很多案例，柯文哲案例其实比较像陈水扁。陈水扁2008年他是起诉后，先是无保释放，然后呢北检抗告，然后第2次再抗告，然后第3次最后第3次抗告收押，所以，可是陈水扁那时候是收押但不进监，对，所以这一次的状况会不会跟陈水扁的那一次类似？我想很快啦，这个应该是我们节目结束后不久，应该就会出来了。所以你整体看起来，你觉得是有人可能会被压，但不一定全部都压。我觉得有人会被压的几率很高，但是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我没有办法预测。因为这个中间牵扯到，如果高院里面有提到说还有同案的被告没有到。那当然，橘子在外面。那橘子当然就一般会觉得跟柯文哲的关系是不是比较密切？是。可是到底谁会被有人被压？我不要。来，世坚，你第一个，你觉得这个案子柯文哲，我们如果讲柯文哲，你觉得他被压的几率高不高？我认为今天晚上会压他。真的吗？原因是为什么？因为第一点那个北院他通知柯文哲今天上午11点就要报到，也就是说他不想再让柯文哲在外面拍拍照。因为昨天一整天。柯文哲不但拍拍照，而且他密会、他见面的这一些，那14位都是证人呢。这柯妈妈不在那证人范围，可是另外那14位都是他们的党职、党工，都是证人。有很多证人。对，所以这个很清楚，就是说有勾串，还有实质影响力的问题嘛。那实质影响力很简单，昨天柯文哲开那个会，他等于直接下诏书，说正。传位给14子黄国昌，等于是这样。他可以下诏书，所以他的实质影响力那么大，这个是柯党嘛，所以我认为这个看在北检北院的眼里，就觉得这个不但实质影响力会影响勾串的问题，而且你也跟这些证人都在一起。那昨天跟证人在一起，当然也有感人的一面呐，那是人性的一面。这好像耶稣的最后晚餐，耶稣最后晚餐那12位嘛，昨天他们多了2位，14位。但是这个我们法律，我们是讲究法理，最后才是情。那所以他们那些导师就是要自己要去调试的。那我觉得说，柯文哲有一些话还是胡说八道了。我们社会在质疑他的你看他昨天他一出来，他说柯文哲说他心中没有仇恨，对，正面力量让台湾更好。柯文哲你心中没有仇恨，可是你却把你的主席位置传给对执政党、对民进党仇恨值最高的黄国昌。那这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你心中没有任何仇恨吗？那你怎么传给黄国昌？让黄国昌要勾结国民党就是要给执政党好看，他是这个意思吗？我害怕的事情导致他后续，因为整个党被他带了，所以这个党现在未来这3年，他们民众党还有8席的立法委员在国会里面，那他们一定会这个孤城孽子，那就是兴风作浪兴风作浪，那当然他就是配合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他们大概就是一搭一唱，大概他们会继续去配合。所以孙元伟，你的意思是说，未来民众党鹰派会抬头，尤其跟执政党之间的对干会越加的剧烈，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现在在整个党团的协商过程当中，我们都一直觉得，其实最难沟通的就黄国昌。有时候反而国民党还不至于，你像那个韩国瑜院长，有时候要韩国瑜院长出来主持大计的时候，韩国瑜院长其实他态度都很温和，他其实是蛮中肯的。但是
黄国昌不是，气压压所以我认为把民众党交给黄国昌，等于就是让民众党变成一个复仇的工具啦。OK， 那林涛真的未来来讲，你自己看了，第一个，你觉得这个案子羁押的成分高吗？第二个，未来民众党因为看起来包括黄珊珊委员今天也讲话也比较重。也比较直接，所以有人就讲说，民众党整体是鹰派抬头。刚才世坚委员也觉得未来这样，而且盛获提到跟国民党未来的合作，他连2028都帮你们想好了。我先回答委员了。其实基本上这个委员觉得2028我们一定是仇恨动员，我觉得言之过早，而且我认为不会，因为你一定是用正面的政策跟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你才有可能嘛。怎么可能用一个仇恨动员？那仇恨只有民众党，那国民党也没有涉入这个司法案件嘛。我们怎么可能被这个民众党带整个的这个竞选的逻辑？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刚才委员我是尊重委员判断，可是我觉得机会比较低一点。可是回到整件事情，等一下会说台湾民众党现在真的是阴风阵阵，可阴风阵阵就是哪个阴？鹰派的鹰对，就是外面很冷嘛，阴风阵阵，好不好？可是回过头来看，五哥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我看起来的司法的过程中，感觉比较像最近的一个案子，叫做郑文灿的案子。因为郑文灿的案子是3裁，就是前2裁是高院驳回，不是跟柯文哲案子一模一样吗？高院发回，对，高院发回2次，然后这个第3裁嘛，那可是郑文灿的案子，高院其实讲得很清楚哦，他说郑虽已交接市长多年，可是其政商关系跟社会地位仍有一定影响力。那柯文哲刚卸任呢，刚选完总统不是社会影响力更大吗？如果以当时候的高院裁定的这个方向是这样，而且他的结论是跟五哥讲到最后补充高院的判决的最后一句话，叫做串证灭证对证人陈述是有影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高院在对整个案件如果进入一个深水区的话，他的裁定就是刚才五哥觉得交互诘问前那个证词要透过所有的方面确认，那才叫证词。所以陈述的证词是这一个我觉得今天晚上羁押庭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好，回过头来看，今天柯文哲主席为了要避免被羁押，所以他辞掉主席。可是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他认为跟日常跟工作有所这个疏离吗？其实我觉得真的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现在你上网查，至少上网查还是这样子吧。新故乡智库协会的理事长还是柯主席啊。我今天台湾民众党我辞掉主席，不跟你们做一个工作汇报，那我去新故乡智库协会理事长跟你们做工作汇报。那有什么差异？你要他全辞啊？不是一样都是工作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全辞，看起来是可以透过这种切割的方式来做这个工作的内容嘛。所以我认为地院一定会找到这个理由，一个理由接着一个理由来办理。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柯主席你要把这个地院的这个话术全部这个收拢的话，你要全辞，否则工作都还是有勾创的可能性。好，回过头来看一下黄国昌的说法。黄国昌其实他第一次讲说，你怎么高院第一次裁定是说我有逃亡，然后增加保金跟电子监控，我们照做了嘛？你怎么第2次的裁定内容讲说你变成是有串证之余，你通讯软体发达，2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嘛？那你一次说清楚嘛？我必须讲啦，黄国昌讲的内容确实会让民众觉得，为什么你高院2次的司法的内容差异太大？我必须要站在一般民众想哦。当然，你也可以讲说2个户没有判格嘛，2个不同事情嘛。那我第1次的这个判决我没有未尽说明之尽，那我第2次把它补足，2者没有互斥哦。可是说一般民众会觉得说重大瞩目案件，不然你一次讲清楚嘛，你不能好像想到什么又第3次想到什么第4次，那司法的稳定性在哪里？所以我认为黄国昌第一时间的攻防是有达成的，可是呢，高院的裁定越细，讲的感觉好像柯文哲越来越有罪的感觉，回旋的范围越来越小。所以今天晚上的裁定，我觉得2者一了委是重金，一了委是羁押费，就是这样没有错。可是重金确实也对，如果再重金交保要破亿，我觉得对柯文哲的社会形象更重打击。哇，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保金越提越高？说你还有钱可以，你还有钱可以支应。我真的觉得说，在社会形象上会有这个感受。另外一个羁押，说真的啦，在一个社会的这个方向来讲，看起来是羁押的程度高，可是羁押你会不会相反的是激起社会对你的同情？会不会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不耐，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压他？对，为什么一定要压？所以我觉得社会的标准不是重金跟羁押，就觉得好像羁押是重的，因为你这件事情要回过头来看社会的形象。那为什么我提到社会的形象？因为
现在台湾民众还打社会形象嘛。黄珊珊出来讲什么？他说司法要我心如秤。可这件事情说了黄珊珊，我就不同意见了。第一个，如果你要求司法跟检察官要公正，要我心如秤，那你自己要先报到。黄珊珊出来讲什么？他说司法要我心如秤。可这件事情说了黄珊珊，我就不同意见了。第一个，如果你要求司法跟检察官要公正，要我心如秤，那你自己要先报到。那我就认为司法我心如秤，因为哪有可能柯阿北有罪你没罪，他起诉你没起诉，我不信啦。所以如果真如黄珊珊口中我心如秤，那你要先入罪，你要先被起诉。第二个，过去4个月你在哪里？你怎么会到阿北现在在交接党主席，大家党这个中央委员在选举的时候，你现在想说，司法要我心如秤啦，千万不能这样对柯阿北。过去4个月在小草喊的，过去你4个月在哪里？第三个，每一次有你出现的地方都会很惨，港湖你出来选也没上，台北市长民众党叫你出来选你没上，2024也让柯文哲没上，卖出来啦。真的阴风阵阵，不要从黄珊珊带出来的，引的阴风阵阵，真没办法说服大家。OK， 在昨天的时候，柯文哲主席除了前主席除了出席他们的中央委员的扩大汇报以外，当然你也在荧幕上面看到他有发表一些的算是简短的一些的声明吧。他也提到了他心存良善，他觉得要尽力而为，很多的这一些的部分，甚或他直接说他还是相信公务员，好不好？他觉得公务员不会故意去做违法的事情，那他担心这件事情以后，那没有公务员还继续在敢做事，某种程度，我昨天就讲，这是在讲到他是有没有涉及到图利的这一部分，都摆在那里头。我让观众朋友再看一下，包括柯文哲主席昨天讲的一段话，包括黄国昌也讲到阿北的一段，来，我非常清楚，我不是那种什么图利贪污了会做违法事情的人，这我知道。人有时候在遇到这种困境会充满仇恨，你知道，特别是我父亲状况不好，你知道躺在医院的时候，有一阵子我是真的很气，你知道不过还好，最后还是能够做到，你看心存善念，尽力而为。社会政见，那你只要接什么内容？昨天我相信全体的中央委员，大家的情绪都非常的浓厚。包括我个人在内，那不过我要跟大家强调的事情是说，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前主席他的带领下，党的精神、党的价值非常的清楚，我们会延续着相同的精神、相同的价值继续往前进。来，伟航是第一个。你对于今天的接家庭，你觉得哪一边的成分比较高？第二个，你的老朋友黄国昌总召，那他除了以前对吧？他现在当了民众党的代理主席。OK， 你对他代理的未来的民众党包括刚才时间委员讲说，未来会变成一个整个叫复仇者联盟，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吗？阿北昨天的那番谈话，有人说他希望透过那番谈话，把自己的人设再重新建立起来，能吗？好，这个阿北昨天的谈话，当然啦，他还是在他一出来的交保的时候的第一次谈话的基调，就是说他还是相信他自己，不是那种贪污图利的人基调，我相信我自己，然后他有做检讨，好，但是检讨结论是个问号，就他有检讨结论就是我相信我自己，对，检讨结论就是问号嘛，就是说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他没有讲，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到看比较实务。当然了，刚才讲说到底会不会压了，我认为就是压的机会真的是蛮大的，就是已经不是拒保就是其实讲白就是潜逃啊，对啊，那你再怎么加保他还是可能串供啊，这个部分除非你能够想出这个非常好的一套说辞，否则我认为至少压柯文哲一个。应该是没什么疑义了，因为应小儿会说：“这橘子关我什么事？为什么要压我？”所以我觉得
柯文哲这个大概是被压的几率是非常的高。好，那当然这个就交给这个法院去做裁决，但是我们要来看柯文哲出来有没有政治动作。其实柯文哲为什么有这个必要性去开1月1号的这个会？其实我们做党政做久了，我们都是蛮质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主席要辞职，意思表示即可。你前面的信寄不到，搞不好没有寄，我们都不管你。反正你现在活人在外面，你就出来讲句话，我要辞。你们自己开会啊，那就你们自己开会啊。过去我们不管是选书啦，选书辞职就是我们可能网络上的讯息传一传，我们总辞，就辞了啊，哪里是要一定要开一个会这样子？那就算是像徐永明那样子，他被抓进去出来，他在出来路上说我辞职，我们听到他意思表示，秘书处就收件。就辞了，下一次的就是临时的会，然后大家都选代理主席，不太需要一个柯文哲千里迢迢杀去之后，那当然大家网络上就会开始做图了。哇，所有的人都在，该在的都在，不该在的也在。比如说黄珊珊，你被停权，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边？然后说啊，我不是被告。你到底现在你不是被停权了，你也不是中央委员啊，你去那里干嘛？这就是一个应该是正人的人呢，就跑到一个根本没必要出现的地方嘛。那再来，当然像周瑜修啊等人哈，他们这个因为不同的部分啊，有的是木可小物的部分，有的是其他阴案啊、政治现金的部分等等，他们都是相关的证人，即使不是被告，但是阿北还是有跟他们有一些接触，这就会有被讲话的空间。然而黄国昌接手之后，就是黄国昌正式接手之后，注意记者刚刚问他的话，就主席有什么交代？因为柯文哲的理由就是给我2天的时间到1个礼拜，我有一些事情要交接，所以记者当然会问这个问题，那他交接什么？结果黄国昌好像主席好像只有交接精神。这个，而且他还说是叫前主席。我们在政治圈一般讲承认最高位的，我们都直接还是称他主席啊。比如碰到像吴敦义，也叫主席怎样怎样嘛，不会叫吴敦义前主席这样，很奇怪这个好像已经帮柯文哲办告别式了，已经告别掉，而且他胡子也没剃啊，对，好像真的在为什么改变形象？没有，有点在致哀的感觉，就是保持一个庄严肃穆的精神。我认为其实。他还是在做前面的这个部分，就是他不愿意，其实，在黄国昌心中还是不愿意柯文哲就这样下去。他还是希望柯文哲能够有实质影响力。实质是什么？比如说，黄国昌马上接下来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办党主席补选。那柯文哲原本是说希望跟中央委员在2月1号一起商量，来不及，因为依照他们的党内选举办法，要1个月30天的公告期，所以势必要拖到2月。那拖到2月的话，当然就是蔡壁如就有这个比较大的操作的空间了啊，因为就隔了一个过年嘛啊。那在之前在选党代表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头党员争议，所以要把这样子蔡壁如的势力排除出去，那当然还是要借助小草，光凭小葱是不够的啊，还是要靠小草，所以他还是要去挟柯文哲。所以在黄国昌这一边呢，他目前当然不会在对柯文哲的一些案子去做处理，比如说依照一个正常的政党，你党主席前任党主席因案涉案了，除非他退党，否则你还是要对他做党纪审，中评会要送中评会嘛。然后在之前曲美凤有举报说，你的党内有性骚扰，你党主席性骚扰我，你一样要成立姓名调查委员会啊，依法是要成立的，然后你要去审这个案子啊，你作为代理主席。你当然应该要去做这个动作，但黄国昌会做吗？我可以很肯定的讲，都不会。他就是继续维系的，仿佛柯文哲永远都在我们身边。你可以去注意他发的那篇文，我们永远的阿北，跟那个蒋总统、先总统蒋公一样，永远的精神的灯塔，就是他现在就确立了，就是他这个代理主席，我认为啦，接下来即便是选新的党主席，他可能会在时代力量同样的风格，就是他会推代理人，他不会自己出来选，但是他要有实质的控制权力，而他控制的方法就是，我是绝对的尊阿北，绝对不会像谁，蔡壁如，翻供扯阿北的后腿，因为现在蔡壁如那边呢，你去看他的那个个人的页面，就一大堆小草在骂他，都是你在害阿北，所以我认为这一套操作的模式至少啦，不管阿北压不压啦，至少绝对操作过这一个春节的没有问题。OK， 可你如果从高院的发回跟裁，然后的所有的理由里头，一直到这一次北院如果再开这个庭的话，
施建伟，请问一下，因为柯文哲跟沈庆金之间这个案子，金华城案最主要2个主角就是他们2位。是。那里面高院也举了，就是包括他们2位的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通话啦，或者什么这些。那这些当然也是今天大家看的一个重头戏。但如果真的回头去看，因为他们2个人见面的次数远超乎大家的想象。还记得这一次他们在查账的时候，柯文哲有被问到说，陶朱隐元有没有去唱过歌或什么？他说1次，就是选完以后，然后安慰他还是什么什么这些。后来才发现，唱歌也不止1次，对，去陶朱隐元也不止2次，然后包括他们2个见面，市长室，然后陶朱隐元，然后威金，还有新加坡，还有这加起来很多次啊，有20次，我们统计了大概有20次之多，所以谢律师，所以在这里面，我认为今天呢，第一点，我认为今天会2个压2个放，一个就是李文忠、应晓薇，这个大概是放，那大概沈庆金跟柯文哲。因为他们2个是4组嘛，他们2个是一定会压定的。那第二点，其实大家冷静看在这个高院他针对那个地检上一次的抗告，那么其实他写2句很耐人寻味。他说本案检察官侦查完备，提起公诉，侦查完备提起公诉，即便他是把他。那个对你说，地院虽然才让他交保，对，可是里面我们在上节目我有念过，那地院的理由里面就有讲说，对，虽然他有可能串供，他有可能潜逃，但是你也已经侦查完备了，对这些他的意思，我解读他的意思说，大家打吧，大家就打官司吧 ，OK 啊。而且他这一句显尚存勾串空间，显尚存勾串空间。那勾串，那大概是谁会跟谁勾串？最糟糕的就是这2个事主，直接他们透过怎么样第三者的关系，他们2个去勾串，所以唯有就是把他们压起来，才会把这个勾串这样的事情、串证的事情啊，整个这个可能性整个灭绝掉。所以我的认为今天晚上。应该是2个压2个放回去，应该是这样。OK。所以我的认为今天晚上应该是2个压2个放回去，应该是这样。OK， 但如果整个看起来的话，橘子这个角色，在大家都在讲说，检方在当时提抗告的时候，就连这一次抗告，那橘子的角色、蔡壁如的角色，是不是在这个里面是要去说服高院再发回那个很重要一点？当然就是因为橘子，媒体都直接看到嘛，检方连新闻稿就直接跟你讲，他不是单纯那个爱玩的小朋友，好不好？一个爱玩的小朋友，一玩40年也不是办法。那而且这个爱玩的小朋友中间有经过多少钱的一些的问题？但小玉，你最近有在媒体上面讲说，甚或有一段是橘子曾经有跟阿贝讲过，说他不要再经手钱。这个好了，你有你的讯息一些的来源，可是你怎么去验证像这样一些的东西呢？我譬如说像今天我就有2个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橘子现在人在日本。就橘子人在，因为大家一直在猜他在日本、在澳洲，他到底在哪里？大概有就说这2个比较可靠，因为2个人同时都这样子讲，就说橘子在日本，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啦，就是当时在这个接押庭的时候那个不是法官脱口而出吗？当时法官是问柯文哲说，柯文哲讲到爱玩的小朋友嘛，那法官脱口说，那个爱玩小朋友人在日本，为什么被通缉还不回来？这样对，所以你看法官脱口而出，橘子人在日本，然后再加上我今天刚好就两个消息直接进来，那他们就认为说，那橘子那现在。可以想见了，就是说我们现在锁定橘子人在哪里？那为什么就说不把他既然都知道人都锁定了，为什么不把他直接抓回来？然后法官又脱口而出，那大概几个研判的理由啦，就是说基本上因为我们跟日本没有司法互助啦，没有司法互助，那现在橘子又就处于说他的护照是被撤销的一个局面嘛，那所以你要怎么样把他带到我们的飞航器？进到我们的带到我们的飞航器嘛，然后你又不可能跟中国大陆一样，然后他们的警察直接到人家国外的一些地方，然后去把他们的一些觉得你是个反动分子，我要把你带回来，因为台湾跟日本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些事啊。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啦。那还听到有一个，就是说有人认为说，如果你把他逼急了，那万一橘子跑到那个中国的大使馆去寻求庇护啊。
对，那怎么办？对啊，你把他逼急了，对吧？他可能跑到那边去，没有，这当然就是有额外的一个讨论啦。所以我听到的消息是说，就说橘子应该现在人在日本，但是我们有锁定他。至于说要怎么样把他弄回来，这个看起来还要一段时间啦。对，好，那回过头来了，就是说，那但是昨天朗东说他有经过这个严密的查证。他说那个因为橘子10月份似乎有个 PT 的账号，然后他去查那个 IP 的位置，看起来是在澳洲。对，那但是今天这些两个讯息，对，他们都认为说，第一个你 IP 有可能跳号了，好，第二个他们认为比较可能是橘子的弟弟。橘子的弟弟好像是在澳洲读书，所以那个是不是这个橘子透过他弟弟的他弟弟用橘子的账号了哈，这个来发表一些文章，所以他们的讯息就是认为说橘子还是人在日本的可能性比较大了哈。好了，不过橘子说实在，你说他的那个账号，你知道他的账号是什么吗 ？Orange GG，他不是 Orange。可是你就算 arrange 那个也拼错啦，arrange 是 ARR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你扯谎，我一开始也被他唬到可是我想说你 orange 是 ORANGE， 可是你 arrange 是 ARRANGE 至少你说拼错你就多一个字母的意思。对呀，我第一时间也被他唬到，我想说真的有可能，可是也不可能啊，你 arrange 你就是拼错，以他的程度他不会拼错的，所以 orange 橘子就是 orange。我认为就是啊，所以我会认为说，他如果再这样子一直说谎，然后一直都不愿意讲下去的话，像上次律师你讲，我有在听，他现在法官已经进行实质审理了嘛，实质审理你这样子一直胡乱下去，你的新政就会已成啊，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你这样子一直欧北够，我觉得对他也不是那么好啦。但是坦白讲，橘子重不重要？大家都知道橘子很重要，因为橘子已经经手过太多的，目前起诉书里面我们所知嘛，包括妙天的1000万。柯文哲亲手去拿了妙天的1000万，左手就交给了橘子，橘子再拿给李文忠跟李文娟嘛，这起诉书有啊。然后再来就是说邱佩玲，你经手的至少王令麟的200，然后这个邱金章的300，这些至少这个也是柯文哲拿到之后第一时间也是拿给橘子嘛。但是后面的金流去了哪里，大家都很好奇知道。还有包括就是说他在新加坡回来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存247万？这个大家也是好奇，所以橘子掌握太多的金流，更不用讲说他手上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一个手机。我最想，如果橘子回来，我最想问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的名字要设罗廷伟？为什么帮柯文哲设罗廷伟？就大家都很好奇，所以橘子身上背了太多的秘密了啦。那包括 Grace 也讲嘛，他说就他了解，橘子手上还握有柯文哲不为人知的密账。所以这个才有带出讲说，橘子去跟柯文哲讲说，你要对我好一点，我知道你的秘密很多。对，这个是有一连串的消息啦。所以他那个 Grace 还讲说，橘子手上的这个密账啊，有包括一些内账啦，包括有所谓的对价关系，有政治现金，甚至有可能的汇款。所以橘子重不重要？橘子当然重要，但是我也承认了，就是说，你就算橘子一天不回来，你不可能这司法案件不审理嘛。对啊，你就不打官司吗？不可能嘛，法院就不开庭不审。不可能，对吗？只是我认为是说，你橘子回来可以更巩固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市政啊。那我也觉得很好奇，如果说真的这么重要的话，那为什么民众党从上到下，包括柯文哲本人，没有一个人呼喊橘子回来？我最后要严厉的讲啦，我就说柯文哲，我觉得他这样也太自私了，因为橘子毕竟30几岁，他后面还有大好的年华，他一共如果被追弃到2064年的话，哇，他已经老扣了。对，但我就说你柯文哲，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你为了你自己的案子，好，不管你是叫橘子出境，他不敢回来，那他的大好人生就一辈子流亡海外，甚至有人会觉得说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黄芳燕？当然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说，你如果真的你觉得橘子曾经是这么帮过你这么重要的人的话，你应该是要叫他回来的。因为整个过程一直，所以你说橘子跟钱的关系之间，如果像柯文哲主席他们在庭上，他越淡化橘子的角色，甚或已经淡化到只是一个爱玩的小朋友，某种程度跟一般这一段就是社会情感的感觉就更怪。就如果他只是个爱玩的小朋友，而且他根本都不处理这些事情，那这不就早该回来？这是一般社会情感，只是在法律验证上面会再经过一些法律验证的手续。可是一般人怎么想都觉得怪，不是吗？爱玩的小朋友被一个爱钱的阿伯玩掉了人生，40年呢，出来回来已经变成70岁的捧干妈，不是橘子妹了。所以这个当然是橘子为什么我要回到柯文哲的逻辑？柯文哲很喜欢讲一个叫乳酪理论。他说乳酪理论，所以所有的问题只要挡住一个洞，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个所有这一次柯文哲认知他的司法问题，这是他的认知啊。所有的司法问题，只要我挡住一个洞，
他其他的都可以解决，他都可以透过所谓的法律上面、法庭上面辩论来解决。而那个洞就是橘子，所以它叫橘子不要回来。而这个洞除了在司法上面，所有的金流它都透过橘子跟沈清兴之间的关系也好，或者是其他我们看到很多的他跟公益侵占跟民众党之间，其实都是透过橘子哦。所以这个洞如果堵住，我在司法上面的辩护上面，我就说你没有查到金流。所以橘子为什么这么关键？检联为什么要这么通气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另外一个叫做，即使我司法输了，我的钱在橘子那边，我可以保住我的钱。那这个也是橘子为什么不回来的原因。柯文哲不希望橘子回来的原因。柯文哲当然知道他的司法案件，包含地院，我都觉得他让柯文哲交保原因就是这些证据我都可以办了啦。我说光图利罪好了，林姿妙111万7年。柯文哲叫做111亿，那你要几年？所以光是图利罪的证据巩固这个部分，起诉书有一半在写图利罪哦。所以柯文哲在所谓的讲说他相信公务人员，不要再推给公务人员了。多少公务人员是因为怕你撤换，多少公务人员提醒说有图利，结果你公文把人家退回去，都在这本起诉书写得一清二楚。大家都不看图利罪的部分，但是图利罪反而是巩固的最清楚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就有可能让柯文哲关进去里面嘛。所以柯文哲已经不怕被关了。他要保住是橘子，你代表我在外面的金流跟外面的钱嘛，所以为什么橘子在日本推测？因为柯富瑶在日本，柯富瑶在日本，如果柯文哲被关，不管10年20年，他出来讲白一点都老头子了。说真的，到底可以关到多久？跟无期徒刑差不多了，但是他的钱已经可以留给他的儿子了。柯富瑶可能跟橘子都已经在日本互相的把相关的金流在做处理啦，这个才是检察官为什么一定要橘子回来的原因。我觉得北检这次非常为大家伸张正义啊，包含民众党，你不要再骂北检了。北检有6000多万是他们帮你查出来，是柯文哲侵占了民众党的财产呢。你们应该按照道理来讲，你应该做民事诉讼，要求柯文哲，要求徐府，要求陈志涵，把他们非法侵占民众党的财产、党产全部归还给民众党才对啊！这是叫不法的政治献金啊，公益侵占罪啊！你们竟然还帮柯文哲骂这些北检，这是不对的。以法律上来讲，这个政党不是柯文哲的。这个政党也不是你党中央的，这个政党是3万名党员的，只要有1名党员，我都鼓励朱慧荣，他现在还是党员啊，赶快去告民事诉讼，要这些钱追回来嘛。而橘子北检要查橘子，要通缉橘子，最重要的目的也是你这些柯文哲贪污所得、不法所得，我要代表台北市政府，我要代表国家去把它追回来，因为这些钱不是你柯文哲的，更不是你柯富瑶的，不是因为爸爸犯罪，儿子就可以大赚钱。这个是北检要伸张正义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嘛，钱要还给国家，钱要还给台北市政府，这才可以帮台北市民，可以帮所有台湾人民争取最大的公平正义嘛。我讲昨天柯文哲主席发表的那番谈话，林涛你自己看，觉得柯主席能够适度的把自己的人设在，当然你说要回到2014的那个100%的那个柯文哲，我相信难度太高了。可是某种程度他讲完那些以后，你有没有看媒体报道？我不知道那3000名党员是因为柯文哲主席讲完那番话，然后今天媒体不是有报道有3000个入党吗？入党潮，还是因为黄国昌当了代理主席以后，大家积极入党？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可是某种程度，他讲的那段话，他还拜托大家不要退党，不要什么。他说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一些的人，然后他也讲了一些图利的相关的一些东西。他的人设有没有办法回来一些？看起来柯文哲主席现在的策略是从这个被轰炸过后的废墟，现在逐步的要站起来。我们从这一则他发出了脸书，你可以看到，面对案子，我还是相信公务员，我相信人类的善良。经过这件事，很多公务员不敢做事。他其实说真的，这个案子发生之后，我也去跟很多县市的副县长跟副市长，还有局处首长谈过。确实会错，就如果这样子的认定，那我这个会不会成立？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差异，差异在哪里？违背职务收贿罪是很难找到对价的耶。你如果说图利，大家还讨论的空间，可违背职务的收贿罪，就是因为你到最后跟这个企业界的这个董事长的互动跟收贿的事实，当然现在还在审理过程中，让大家公务员你感觉没有担起来，让他受这样的伤害嘛。所以我觉得这一句
有部分可以成立，部分打个问号。再来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党还是台湾的重要的力量，不要是他个人的因素让台湾民众党发展受到影响。这一句就是在诉诸小草嘛，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台湾民众党从柯文哲一人政党出来，不能从一人政党结束。他其实在跟所有的小草讲说，我不会害了台湾民众党。你如果没有这一个底气在，就垮了啦。所以他非讲这句不可哦。第三个哦，我觉得第三个是最吊诡的时候，大家讲哦，你看哦，哪有一个现在在打司法的关系，还跟你讲说，2月1号新的中央委员就任哦，我们新的主席一定要在2月1号前后抵定。你还在想谁可以当，谁不能当？因为中央委员的结果决定党主席的结果嘛，所以我觉得这第三个在过。我觉得整体来讲，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图卡哈，我还是谢谢上苍给我这个机会，停下来读很多书，检视自己的人生，觉得我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没有这样心中充满仇恨。一般来讲，被人家折磨4个月会充满仇恨吧？他告诉大家我没有充满责任，我最后还是撑过去了。各位好朋友，他在告诉你什么？现在的柯文哲有没有跟选举时候的柯文哲差很多？其实是差很多的哦。以前他那种很斗的，怎么变温和了？那你过去嘴巴我们讲到很就是很机车的，怎么现在不机车了？现在的柯文哲正在重建他的形象，而我认为这个重振的形象，为什么他会想出这一招？因为这4个月内，他在看守所里面读书是有用。他读了这些书，发现，我认为啦，我不想实际讲这句话，我认为他可能不认为自己不会有罪，就是他入罪的可能性还是高的，可是他希望最后能够在这个社会中还留一点脸面存在。你觉得只是为了留那个颜面？我觉得这一点脸面，说真的，如果到最后是真的涉入案情，到最后判决的结果是对他不利的话，我认为对他的一辈子，对他的家族，对他这个台湾民众党跟他一起打拼的人，真的很难看。所以我觉得他在重建那个脸面。姚明那个只是为了要自己的面子吗？就老把人探听啊，是为了要这个样吗？橘子回不回来？有人说那个重点是在橘子，万一要是回来，如果真的查出很多金流跟钱，那就是最后那道防线整个溃堤，所以橘子你不能回来，好歹还可以保住这些，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当然，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他人设之所以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是因为包括收了钱，包括就算那你说是有人要送他的钱，你在市长室踩个飞轮收钱，对大家来说也是匪夷所思。可是透过刚才林涛觉得那些的喊话，能够顾得了自己脸面以外，还能够把自己某种程度在台湾社会的政治上面能够挽回一些吗？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当然民众党支持者对柯文哲信任这个不容置疑但是呢，对一般民众来讲，你有一个一直被点名说他可能是案子的重要关系人，可是他一直不回来，是好，那这个刚刚小玉姐也讲了嘛，扁案的黄芳燕这样的角色嘛，那如果今天他就是不回来，那你能拿他怎么办？是好，可是呢，理论上如果你是躺担当，就是不怕被查，理论上就是甚至你应该喊话说，你就回来嘛，对啊，这有什么好怕的？对啊，我都不怕，我被收押4个月我都不怕了。你回来，我告诉你，我们躺担当，你回来可以还我清白啊。对，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真的你们没有什么在怕的。可是感觉起来全党是不提橘子啊，全党是不提啦。好，对啊。对啊，就是大家觉得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说橘子是他个人行为，他要出国是他的自由但是呢，他跟这个案其实没有关系。我是认为说北检都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是，那当然我必须讲北检在案子侦查的内容当中，很多的细节，他们其实我也许是因为启动的太晚，比如说像现在有人也质疑啊，刚刚这个7大勾串的那个罪证有没有？那我就问一件事情请问今年5月假设谁那个什么透过媒体人传讯息的时候，请问检方开始侦查了吗？我是认为说北检都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是。那当然我必须讲北检在案子侦查的内容当中，很多的细节。他们其实我也许是因为启动的太晚，比如说像现在有人也质疑啊，刚刚这个7大勾串的那个罪证有没有？那我就问一件事情
请问今年5月哦，假设谁那个什么，透过媒体人传讯息的时候，请问检方开始侦查了吗？柯文对，那柯文哲怎么会那时候急着要删？对，我说那难道是柯文哲被通风报信了吗？那是不是检方里面有内鬼？除非是这样。周小平在5月提告，可是那个是之前，那当然我说在行政的部分，比如说议会啊，有一些这个调查小组或什么的，那个是一回事嘛。但是法律的行动、司法的行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启动。那你要说那个叫做勾串，我是觉得这个是有解释空间的啦。那所以我说，像对于民众党来讲，我觉得橘子这一块是他们一直讲不清楚的。可是北检也说穿了，北检也讲不清楚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大家都讲，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当那个起诉书里面某实地3个字出来，那个就已经对北检来讲，就是后面会很花功夫要去解释的东西，会很麻烦。对啊。可是呢，你说像橘子，我如果看起诉书，我觉得橘子叫做车手就是他钱大部分就是转过来转过去这个柯文哲拿了钱之后你去交给谁？你去交给谁？他比较像这样的角色。那如果真的这样，假设真的是这样。他的涉案程度很低呀。我说，如果以目前起诉书，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可是问题就是，现在北检又讲了一副，他是大账房啊，他是一个管钱的重要渠道。甚至有周刊有媒体报道说什么啊，国外拿钱都是他在处理。那其实我是觉得说，里面有一些逻辑上的要厘清啊，比如说，如果真的有巨款，你要怎么带出国？跟你在国外收了，你要怎么带回来，或者你要怎么处理？理论上至少要有一点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线头。后面的线索才能够，还是说我反正今天橘子不在嘛，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民众党会有现在这个情绪的反应，我觉得也不意外啦。那个3000人，你觉得是为什么会涌入要入党？是因为柯文哲喊话的那一段吗？第一个，柯文哲的总统选票300多万票，政党票是2024年去年这个是1月的时候，他拿了200多万票的政党票，可是他们的党员到去年12月也才4万多，不到5万人。那就算加了这3000人，也大概就5万左右。你按照那个比例，所以他们实际上就党员代表是什么？叫做最显性的支持者。因为我入党是要有一个所谓的政治参与。那大部分的小草都是所谓的我就默默支持嘛，或者说我对柯认同。但是如果今天解释到，因为有人讲说，会不会这个时间？因为柯文哲一辞，黄国昌一代理因为半年内要办补选，马上有入党潮，是不是为了党主席直选而来的？但是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党章里面是这个叫党职人员选举办法规定很清楚，他党主席的部分要入党连续满4个月以上才有选举权，就他要投这一票，你要有4个月党龄那如果你要参选就要有1年以上的党龄啦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认为，如果按照昨天柯文哲都直接讲了。希望2月就办投票，然后现在民众党包括周瑜修他们的说法都是说2月1号，他们本来说2月1号是大年初4啊，这个还在过年，所以应该是农历年后啦。但是呢，基本上昨天在那个入党的你没有满4个月，你没有办法投这一票的话，为了黄国昌而入党的，我认为那个几率是低的。我觉得是为了叫做柯文哲的那种叫气氛，就是对现阶段司法的处分。他们有一群本来就很支持的，可是他没有入党，对，那他决定用这个方法化为支持。可以说这个对民众党是好事还坏事？这个我认为影响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同温层的效应会比较大一点。OK， 其实橘子在这里面的角色应该这样讲，如果要是大家都觉得他就真的是个爱玩的小朋友，那他的角色非常淡到搞不好根本没有涉案，他可以证明阿北的清白的话，大家都说那橘子就回来，搞不好还可以帮阿北的一些的忙。你如果再换一个角度，如果是刚刚杨明讲说，那是不是有点类似车手的一个角色或什么？检方这次在起诉的过程有几个角色的安排，你必须要注意的是，还记不记得邵秀佩这个角色？邵秀佩最后检方起诉，最后具体是什么？具体求刑5年。对，因为图利罪就是5年以上嘛，具体求刑5年，缓刑2年，意思就是不用关都不用。对。OK， 为什么？邵秀佩在图利这个案子里面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人。那他在过程当中，如果照检方那里面的描述，应该是他该讲的他都讲了这些，所以检方就是那我就具体求刑最少5年嘛，我当然就求5年，可是我让你缓刑，缓刑都不用关，什么都不用，而且我可以保证你未来到了法院，如果你是邵秀佩，你翻不翻供？你干嘛要翻供啊？我根本不用去关，我为什么要翻供？我一定不会翻供嘛。橘子呢？橘子要不就是没有涉案，你可以出来帮阿贝去证明清白。
就算如果有涉案，以现在大家觉得橘子的角色的重要性，我讲过啊，以橘子他的家世，如果他家人能够联络得到橘子，有律师愿意跟他联络的话，依照我们的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来看的话，橘子要能够做到跟邵秀佩这样的一些待遇，一点都不是难事。但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谁也联络不上的感觉，因为橘子就是4个月来也没有声音，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讲，如果能证明阿北的清白，那橘子应该要帮阿北去做这个证。如果为自己假设涉案程度，我就举邵秀佩，你就知道了，图利5年以上的重罪，检方给他的是具体求刑5年，缓刑2年，这也是检方铺陈的一个为了未来诉讼，你可以想象他会是这样一些考量。可是如果你整个看起来的话，委员以前在当市议员的时候，你跟阿北一路科学大到现在，你怎么去判断他昨天发表那些所有的演说的那些，尤其是连公务员这一块都要刻意摆进去，你会怎么看待他要发表的这些？我觉得他昨天确实有他感性的一面呐，比方说他跟他那14个门徒哦，他们最后的晚餐，他们18相送，哭成一团，这个确实是他感性的部分。可是我相信这橘子其实检方有相当的处理的，因为现在我们台日其实我们有司法互助协议，只是这个台日司法互助协议跟台美司法互助协议都是属那种比较薄弱的，除非我们提告的对象、公诉的对象是重罪，所以我觉得检察官未来会在这一个部分加强，就对橘子的部分，到底要对他具体是求刑多少，他的罪证要更牢固之后，那么我相信借由台日司法互助协议，我们要把它带回来，其实不是问题，因为确实现在所有的关键那都是在他身上。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最坏的就是黄国昌了。黄国昌是恨不得天下大乱，他恨不得现在的情形。这个就是由他跟国民党下去主导，那主导他们在国会，那他们可以恣意妄为，那同时用这样子向阿北表忠表态，那同时也让他自己泄愤，泄了他对民进党的这个恨。那但是这样子下去，其实对我们国家是很糟糕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3党在国会，如果因为民众党你们的不识大体，你们只想报仇，那你们就无来由的去帮助国民党。比方说，在年金改革、军公教保这个改革都已经走到最后一里路，改革都已经完成。那他们到现在，他们打算翻案，比方说这样子的，还有很多其他的肉童法案等等。那这些我认为民众党他们自己要想清楚。OK， 可是。我想说，因为时力曾经碰过像徐永明主席这样的一些状况，有人在讲说，在未来，当黄昌代理，因为接下来他们还是要选党主席嘛，你不管怎么说，那未来的民众党难道要打着帮柯文哲主席，然后还他清白这样的口号去打2026，生活往2028打吗？好，这个讲到徐永明前主席哈，其实。看到黄国昌慨然的请他太太拿3000万去这个协助柯主席交保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不管是前实力还是现在实力，都会想问一句你黄国昌这么有钱，为什么当初不借徐永明呢？徐永明会现在有这些麻烦，不就是当初一时那个经费卡住了？还来不及等到政党补助款进来，所以他要去借钱，还要去找收购的去帮忙处理很多，看能不能募到款啊。那个时候黄国昌你借他500万，搞不好就论过去了。结果现在3000万直接拿出来这个真的是会让人有些联想。就是因为时代力量是没有什么资源的，所以徐永明要注意，徐永明可不是外人啊。我来解释一下，徐永明为什么会当到党主席呢？是因为黄国昌要卡林亮君，所以叫徐永明你赶快出来选。所以徐永明是被他拉出来去选党主席，理论上你要去挺他嘛，结果也没有就没有拿钱出来帮他挺过。好，但是柯文哲这一个黄国昌帮他挺过了，至少第一波的3000万，他这个黄国昌帮他卡过了，后面4000万是柯文哲自己努力了。但重点在于说，黄国昌为什么要为民众党付出这么多？显然，他认为民众党可以支持他后续的政治的地位，比如说2年条款。2年条款，如果黄国昌要继续，不管是代理主席到正式的主席，黄国昌要继续掌权的话，
2年条款要不要处理，以什么形式处理。虽然他一定会说我现在已经签了，但不要忘了去年11月8号他也跟柯文哲有了协议，不涉入党务。但到了现在很明显作废了嘛，就2023年11月8号，现在就已经一切归于虚无。2年条款会不会在2026年的1月，因为民众党饱受民进党的打压，风雨交迫之际，需要有人主持中枢，必须要让黄国昌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会不会2年条款这样子解除掉？好，所以我认为黄国昌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到底要去掌握这个党权到什么时候？他到底想掌握是什么？但是如果单纯是说你民众党1年1亿5千万这么简单，也不是一个解释问题的方法，因为其实民众党现在已经不是钱进来的问题，是他的账太烂了，他必须要去处理这个烂账，包括像跟木可的关系，还有不管是不是他们有6千万被柯文哲掏走，这铁定要不回来嘛？他怎么可能有一个脸说柯文哲还我6千万？不可能。那他要怎么去支持民众党的运作？特别是监察院可能会立刻就来了。你那个政治现金一大堆有问题的，提来说要捐给你的，我现在已经有一大堆口供了，就是很明显就是有政治现金进来，那请你做解释，不然要罚钱，不然要吐出来。黄国昌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一个账目的问题？所以我认为黄国昌其实虽然大家讲说他看起来这个面有菜色啦，这个看起来当然还是在蛮悲哀的状态，但重点是在于说，现在他去接这个位置，很可能会造成一个结局，就是其他人反而都不帮他，那些人是柯文哲的人，他们存在的意义是在民众党内去帮助柯文哲。那黄国昌有自己的人吗？14票投给他的，这14票柯文哲这一票拉走吧。剩下的13票会来帮助他嘛？以什么样的形式帮助？会帮忙他募款吗？他们搞不好说，你看1天之内3000人入党150万先撑一阵子，可以撑一阵子。但重点在于，没有人的话，一个党是没办法往前走的。所以黄国昌如何建立自己的班底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他现在自己的班底是绝对不够用，也没办法打仗。他如何建立自己的班底，而这个班底又不会激起像陈智菡这些旧班底的那种会怀疑说我们好像要被换掉了，我们好像接下来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接下来才是他真正的挑战的开始。大家会关心今天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这3度家庭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那判出来，那第二任法官会是要再加重交保，还是维持原来的一些交保金额跟电子脚镣，甚或会改成羁押的？那大概今天稍后会出来相关的一些结果。可是今天有另外一个司法案子，大家一直都很关心高虹安的那个案子。杨明是高院今天崩的一个。突然审这个案子，审高虹安这个案子的合议庭突然说停止审理，然后要把这个案子送去释宪，为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对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虹安的案子，他2审高院的法官主要是这个承审法官郭玉珍他认为说他写了一个这个声明对，这个新闻稿。说这个他们列出5点理由，说这个为什么他们要来提释宪？那最主要的其实是这一条啦。高虹安的案子，他2审高院的法官主要是这个承审法官郭玉珍他认为说他写了一个这个声明对，这个新闻稿说这个他们列出5点理由，说这个为什么他们要来提释宪？那最主要的其实是这一条啦立法院的组织法里面他讲第32条的第一项是什么呢？他说立法委员每人得至公费助理8到14人，由委员聘用。可是后面又讲说立法院要怎么编列相关的费用来支出所以呢这一句话由委员聘用，那跟立法院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代表是什么？过去其实很多助理费的案子很多的。因为高虹安是第一个被判有罪的，对，过去很多像吴成典这些案子，他们都主张我是雇主，我要怎么去动支里面的钱，这是我的自由，只要我都用在公款上面，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包括像这次郭玉珍法官他也讲到，他说呢，这种案子目前有200多件
包括立委的有助理，有这个什么立委助理费的，有这个议员助理费的哦。但他说立委是高虹安史上第一个被判有罪的。那第二个呢是说这种案例哦，他说除了假借人头冒领或中饱私囊的犯罪的形态之外。他说有很多叫做差额刑，什么叫差额？像这一次就是说，因为他去报了这个加班费，那加班费跟他实际加班可能是有一段差额，可是呢，立法院都已经编列了，他们就全部把它报出来，反正你没有加班用到的，我们就把它用成公款，一个公积金，这样的模式到底符不符合这个所谓组织法里面讲的由委员聘用，他可以自由来运用的这一块？所以关键就在这边。那郭玉珍法官他认为说，这个法没有不符合宪法法庭讲的明确性原则，他讲的不清楚，所以请这个宪法法庭针对他讲的宪法第18条是人民有服公职考试服公职的这个权利这一块，就是说针对公职的性质啦，因为跟一般助理，就是说所谓的地方议员的助理的民代的这个助理费，跟立法院的这个组织法里面的规范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想要先厘清这一块，我再来判。那可是现在宪法法庭现在怎么判呢？对，这牵扯到这次没错来之间的限诉法，这个叫做你知道千节，一个节就扣在一起了。宪法诉讼法今天。行政院说要提复议了，对啊，那立法院当然按照蓝白原本的立场，应该是复议不会过，应该是复议不会过。可是现在高虹安这个案子进来啦，告诉你说要让宪法法庭审理啊，那会不会民众党想说，那因为这8票如果说我支持按照原本现行条文，就这个案子3读条文我先不要过。那就可以宪法法庭继续运作，这现在的8席大法官就可以。可是呢，如果今天白银这8席觉得没差，反正我们就是继续按照3读后的法律要有9席这个大法官才能审理，才能有这个判决。好，那宪法法庭就实质进入瘫痪状态嘛，那就不能动任何的法案啊，不能动任何的宪法释宪的案。那这时候这2个案子就卡在一起。对，好，那当然。复议是行政院提了之后，15天内立法院要做出一个决定。对，接下来总统公告后，目前传出有一个可能性是这样，因为总统公告3日后生效，所以呢，总统一公告，立即积极如律令提出这个紧急处分。也许是总统，就是还没有生效以前。对，这公告后立即，因为公告后才有办法去适用嘛，所以公告后立刻说我要紧急处分，先把这个3读法案冻结。那再由大法官现行的8位大法官来决定这个有没有违宪的问题。现在你知道，现在都叫时间差打法，就是要去抓那个法律里面几天的那个法律要件。那这个东西后续会怎么样？我觉得跟高虹安的案子就会连结在一起所以今天其实这个蛮特别。当然高虹安自己也跑出来再发一个声明说我没有贪污啊他高度肯定，法官去申请释宪。不过因为这位郭玉珍法官。今年戏份也蛮重的，他7月份因为郑文灿我们刚才讲了几度抗告到高院就是他，这个打回去说你这个桃园地院应该要重新裁定那时候阿扁就说他就是传说中的旗袍法官他是很爱穿旗袍，连那个法官的袍他都要做一个旗袍的这个领子。哇塞！是对，他是一个很特别。那这他的个人喜好了，但是他其实他的先生也很有名，他先生是监察院副秘书长。他们这一对在法学这个也算是神雕侠侣了那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案子会进入到视线，我觉得对很多来讲确实是蛮讶异的。因为我稍微补充一下啦就是说高虹安这个案子其实就凸显说宪法法庭不是只有跟立法院有相关，这跟人民是息息相关的嘛。因为不是有讲过99%的这个宪法法庭视线的案子，对，其实都是跟民众相关比较多。那我要讲说，那现在虽然说看起来对高虹安有利，可是你不觉得现在衰的是高虹安吗？那高虹安现在你还在跑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如果宪法法庭没有办法开，他的案子就pending在一审他判刑的阶段被停职，就一路停，也不知道停到什么。他是7年褫夺公权4年，对啊，7年4个月，对啊，褫夺公权4年。但这个案子不审理的话，他永远也没办法还他。他现在就是处在铁索横江，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要参选，那他现在也不用跑啦。也不用跑，因为案子 pending， 你不知道多久，他就永远停在一审停职的那个地方那大家都说爽到的是邱成远
在也不用跑啦，也不用跑，因为案子 pending， 你不知道多久，他就永远停在一审停职的那个地方啊。那大家都说爽到的是邱成远啊，然后邱成远就一路带到2026啊。不，我是觉得说，那这个逻辑，我是觉得高虹安才是实质的受害者。不一定，为什么？因为高虹安只要这个案子不确定。他就第一个，他不会被这个解职；第二个，他还有参选的资格。没有啊。如果这个案子继续搁置的话，高虹安是可以继续参选的。他可以参选吗？可以。可是这整件事情，当初蓝绿白之间在立法院打死没有人会想到，为什么高虹安这个案子会跟这些东西嘎在一起？可是好，我们现在就讲第一个，来林涛，宪诉法行政院提复议嘛。然后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元旦文告的时候讲说，要用更大的民主力量，然后展现主权在民啊这些。然后有一些人的解读就讲说，因为赖总统特别提到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然后有人把重点就只看到罢免那2个字。所以意思就是未来是不是开了红灯开了绿灯？那包括全台湾，你看到有民团现在点名27个蓝委要全台大罢免，2月1号开始就可以开始进行了。那更不要讲，岳元之都有人已经开始往前作业，什么第一阶段大家生日达标，他气了半天，昨天在节目里面讲了半天这一段。所以这些包括宪诉法这些，包括你说在罢免法这些所有的过程，蓝营未来会怎么看国内的政坛？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刚才这个3个案，包括高虹安这个高院的这个事件案，基本上都是在时间差。可是有一个人他没有活在时间差，他是一直好像是这个基调是一致的，就是赖清德总统。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赖清德总统他3大表征都可以确定他2025要继续走斗的路线。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他选上到现在他是。这个我们讲20几年来，这唯一一个总统是选上到现在，考试院人士、大法官人士，或基本上不要管这些人士，你跟在野领袖讨论一下，打个招呼，520之前互动一下，统统没有。这以前这个蔡英文也有就只有你没有好，第二个。已经国庆日在讲说谁是谁的祖国，然后现在元旦又出一招，他讲说更大的民主是什么？在元旦前讲的，就元旦之后他讲出来，更大民主就是要罢免嘛。选举2025是非选举年嘛，然后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创制跟复决那个东西我们在 practice 上都比较少，就是罢免。所以基本上把大罢免时代开绿灯，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有多爱斗，好不好？然后我等一下再讲这个罢免案，最后你看到第3点他还要韩院长。说你去这个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来，先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来讨论这个立法院的僵局怎么解。你平常可以找，可是你现在去这个在川普前，你是感觉好像你在派特使不是他是代表中华民国，他是立法院的院长他为什么要先跟你感觉好像你派他去，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呢，基本上呢，朱韩没有这些矛盾他就想说，我今天不想跟在野党的领袖讨论嘛，我就跟韩国瑜讨论，看你们会不会内乱。还好，我觉得韩院长很快的就说，没有互信的基础，互信比什么都重要。他没有让你见缝插针嘛，所以我觉得今天蓝营是一个团结的蓝营，就可以看到，就算你青苗点出了27位的立法委员，说真的，五哥，我看到这个名单我觉得好像瞎凑的，我也可以去凑几个民进党立委，凑一凑变20几个。你们不是也有锁定民进党的委员？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说，如果你出这个手，我们才会回击嘛。可是当家确定要闹事成这样子吗？那你如果今天挑个2、3个，我们敢在讨论嘛？是不是他有正当性，还是你有特别理由也要针对这些人？如果你今天列出的是27位，那基本上你就是想要闹事，你不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事由来讨论。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赖总统你上任才1年而已，还不到1年，你真的把台湾感觉好像是一个斗志，那民众民生关心的美中台新的关系，你要不要讨论？我打一个问号。OK， 来，施建伟。其实我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看法，我也在中常会也跟赖主席提了我的看法就是说，我认为我们台湾人民其实蛮有度量的。台湾人民认为说，我选给你当议员、立委，选给你当县市长，甚至当总统，选给你一任就是4年，不是40年呐。所以我给你总统都4年所以台湾人民倒不是认为罢免那么重要。所以我个人我是建议，我在中常会我是建议说，我们就这个罢免法给国民党去修，他要修严。那我们罢免他们困难，
但是他们罢免我们也困难。那如果说现在松或者以后修得更松，那我们罢免他容易，但是他罢免我们也容易。第二点，我跟好几位立委，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认为说我们要用协商的方式取代对干的方式啦，取代全面对干的方式。刚才林涛讲说，赖总统需要跟在野党主席大家去谈一下未来国内的一些政情这些东西。我认为需要，但是赖总统赖主席从一开始，从520他就职，他已经释出很多善意，这也是他很沮丧的地方。他释出多次的善意，但是都被拒绝。因为国民党里面现在都是他们的鹰派，就是傅昆萁在掌握。那傅昆萁就是要所有他们国民党的这个52+2席，以及民众党那8席，他要他们点，你这不在恭维，一切都是我来掌握。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赖主席释出多次的这个要大家是不是好好坐下来谈谈的？我觉得他那个可不可以直接从他口中讲出来说，我要在野党的主席一起来谈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有没有可能？他讲过啊，他也多次，你去回顾他在520就职典礼的时候他说的，他说朝野要和解嘛，可是他的做法是去罢免基隆谢国良啊。不是，那是公民团体，你怎么会？你这个扯太多了。我认为赖清德主席有他一个优点，他是择善固执，然后他这个人是这样，他确实是很龟毛，但是他不可能说硬凹到底的啦。我认为他没有道理的事，他也不会硬凹。我认为他还是认为我们要照民主的程序，那照大家席次的程序大家来做一个协商。你看考试院我们不是释出了吗？他这个人是这样，他确实是很龟毛，但是他不可能说硬凹到底的啦。我认为他没有道理的事，他也不会硬凹。我认为他还是认为我们要照民主的程序，那照大家席次的程序大家来做一个协商。你看考试院我们不是释出了吗？考试院就释出邓家基委员，那不是那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也就配合了嘛。那在大法官的部分国民党一再的针对这些大法官来揶揄，那当然这个就还没有。但是赖清德主席确实已经释出了最大的善意，我相信他之后，他既然已经讲要找韩国瑜喝咖啡，我相信之后他还会有更实际的邀请跟作为。OK， 因为在前天正传媒公布的那个民调里头，主张罢免全台进行大罢免。大概民进党的支持度的同温层大概40%多一些，可是反对的比更多一点，大概46%。意思就是蓝白的大概不太赞成，绿营的大概赞成比较多。可是将近70%的人，就不管蓝的、绿的、白的，将近70%的人希望赖总统召开朝野国是会议，就是大家谈一下。那就表示说，大家都希望台湾不要乱成一团的感觉。但意思不可讳言，那27位，国民党现在就说你点名我27位，好啊，我也点名你几位，就未来2月1号，因为今天已经是1月2号，2月1号现在选上，那未来就真的大家往下走吗？第一个立法院谁当家？林涛讲当家不闹事嘛，谁当家？立法院是国民党在当家，是蓝白在当家，谁在闹事？这一次说真的，基隆的谢国良罢免案完，比较少人谈罢免，是因为这一次国民党又在立法院闹事嘛。闹了什么事？刚才讲的宪诉法，高虹安的宪诉法，这个你们把宪法黄国昌，我要跟大家讲，黄国昌为什么长胡子？他要让自己成熟一点。黄国昌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宪法不是拿来爆尿气压弯的嘛，就是上个会期国会扩权法案被大法官裁定违宪的时候。他们又提出选罢法的修正案，又提了宪诉法的修正案嘛？那选罢法的修正案是说我乱搞，你们也罢免不了我嘛？所以赖清德才说用各
更大的民主嘛。他元旦的时候是4个权利哦，他没有只讲罢免这个权利哦，创制复决啊，复决有公投的权利哦，所以他不只是罢免，还有复决的相关的可能性可以提出嘛。什么叫做更大的民主嘛？另外所谓的朝野协商的部分，看似赖清德总统，因为他在元旦说明的时候，为什么要邀立法院院长？因为他是总统。他是总统的时候，他可以依据宪法第44条，总统有院际协调权嘛。我找立法院院长啊，司法院院长啊，因为立法院定了这个宪诉法，影响到司法院的权利嘛，所以我把这2个院长找来说，我们协调一下，看宪诉法要怎么走嘛。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宪诉法就不只是所谓的政治冲突嘛，它牵涉到每一个包含高虹安的官司问题，都有可能打到宪法官司嘛，你不能影响到所有民众，包含高虹安的权益嘛。所以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总统协调权，第二个他是党主席。当然，我希望他在党主席，甚至下一个礼拜的中常会的时候，他可以宣示说，我来邀集政党来做协商，至少是3大政党嘛。那黄国昌呢，你就不用透过监视器看赖清德了，你可以当面见到赖清德了啊！你要咆哮也可以现场来咆哮嘛。我是鼓励那个赖清德总统可以以赖清德主席的高度来去邀请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跟新任的黄国昌主席来做所谓的政党的朝野协商，这2路并行。因为他现在是总统，所以他做了所谓的总统的院际协调权。另外他是党主席，他展现他的大度来为现在立法院里面的一个僵局，包含影响到了高虹安的，刚才讲那个杨明讲错哦，高虹安一审是被所谓的那个他褫夺公权4年，如果现在褫夺公权要定验之后才会执行啊，对的。但是如果现在 pending 在1审，到底这个法律争议就有一些争议了，他到底有没有参选就是一个问题嘛。这个变成是说也影响到高虹安自身的权利嘛。毕竟我也希望3审赶快定验高虹安呐，3审定验我可能参选啊，我可能选立委啊，或者县市长都可以。但是这就影响到高虹安的权利，而影响到高虹安的权利，就是你黄国昌版本的宪诉法通过之后，影响到高虹安权利啊，所以高虹安你要伸张你的权益，先去找你的前党主席，因为他已经退党了。前党主席黄国昌，我最后再跟黄国昌讲，你现在是党主席的，请看民众党党章第6条，本党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行事。你定的法律已经多少被判定违宪，而最新的宪诉法违宪的几率又非常的高。来，我好像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今天才1月2号，对，未来1整年会不会腥风血雨？那基本上来说，会不会腥风血雨，完全系于黄国昌一人，他到底要不要把场子搞大啊？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他可以选择傅昆萁这一边，他也可以选择我在现场离席。在最近，他们也都的确操作过这样子，所以他的确洞见观瞻。傅昆萁有没有底气，这就牵扯到他能不能继续拉住黄国昌。所以啊，我认为后续的发展还是要看，就是黄国昌到底还要不要走我们前面讲的仇恨民进党路线。因为仇恨民进党路线是他现在能够去收拢民气的一个最主要的牌，但是这个牌到了今年的中半年，特别是如果总预算真的有一些障碍，特别是前建等等的案子，真的引起太多意识形态争议的时候，单纯讨厌民进党这一个诉求，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虚弱。OK， 国内政坛，那今天1月2号，在未来来讲的话，那到底整个形态是和是战是斗还是乱，还是整个可以让所有的台湾百姓能够感受得到朝野之间有那样的一个氛围呢？未来会怎么走？大家会盯着朝野所有的政党看。但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显然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思，应该就在今天的羁押庭吧。那今天羁押庭以后到底会是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